與運氣競爭，顧客顧的不是產品。你以為顧客走進店裡是來買一杯奶昔的，可他真正買走的可能是一段不那麼無聊的上班路，可能是讓自己不至於10點鐘就餓肚子，甚至可能是一次當好爸爸的機會。如果你只盯着奶昔，你會研究口味、杯子、價格和配料，你會找來一群愛喝奶昔的人，問他們喜歡更甜還是更濃，然後你把所有意見認真記下來，做出一杯各方面都更好的奶昔，結果銷量可能一點也沒變。問題不在你做的不夠好，問題在於從一開始你就認錯了競爭對手。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我們繼續用佛學拆經濟學。上期講哈耶克，我們看到人一旦把心裡的圖紙當成外面的世界，善意也可能長出控制。這一期換一本談創新的書，克萊頓·克里斯坦森和幾位合作者寫的《與運氣競爭》。這本書追問的是，為什麼有些創新投入巨大，最後只能聽天由命？有些產品看起來並不驚豔，卻能被顧客牢牢抓住。書名裡的運氣不是教人算命，作者想說的是，如果企業不知道顧客為什麼做出選擇，新產品能不能成功，就很像在碰運氣。你可以收集很多數據，也可以做很多訪談，你甚至可以按照年齡、收入和地區把用戶分得清清楚楚，可最後你依然不知道他為什麼偏偏在那個時刻伸手拿了你的東西。克里斯坦森給出的答案，我先壓縮成一句話：顧客不是在購買產品，而是在某個具體處境裡雇傭一種解決方案，幫自己把生活往前推進一點。這裡的雇傭不是真的簽合同，它是一種看問題的方法。一個人從眼前的處境想走到另一個更滿意的狀態，中間卡着一件事兒，他就會把某個產品、某項服務，甚至一個習慣請來幹活，幹得好，下次繼續雇，幹不好就把它辭掉。這聽起來像營銷學，可真正厲害的地方是他把競爭重新定義了。你以為電影院只跟電影院競爭，其實他還跟在家刷短視頻競爭。你以為餐館只跟隔壁餐館競爭，其實他還跟回家煮麵、便利店飯糰，甚至餓一頓算了競爭。很多時候，最強的對手根本不是另一個品牌，而是不做、将就或者繼續用那個已經用了10年的笨辦法。書裡最著名的是奶昔的故事。一家快餐店想提高奶昔銷量，問過顧客喜歡什麼，也按意見改過產品，效果卻不明顯。後來研究人員換了一個問題，他們不再問什麼樣的奶昔更好，而是站在店裡觀察什麼人在什么時候買奶昔，買完帶到哪裡去，他還同時買了什麼。他們發現早上來買奶昔的一批人大多獨自開車去上班，前面是一段漫長又無聊的路，他們需要一點東西陪着自己。這個東西最好能單手拿，不容易灑，也不會一下吃完。它還得讓人撐到快中午。奶昔恰好能幹這份活。從品類看，它的競爭對手當然是別的飲料。可從這份活來看，香蕉很快就吃完，貝果又乾，開車時還不方便抹奶油、奶酪，甜甜圈之類的食物又容易弄髒手。奶昔不一定是最健康的，也不一定是味道最複雜的，但在那段通勤裡，它比許多看似不相干的東西更稱職。到了下午，同一杯奶昔又可能被雇來幹完全不同的活。一個家長帶着孩子進店，孩子想喝奶昔，家長答應了，既輕鬆地表達了疼愛，也多了一點小小的親子時光。這個時候，奶昔如果太濃，孩子半天喝不完，家長反而着急。早上讓他顯得優秀的特點，到了下午可能成了缺點。你看，產品沒變，任務變了。任務一變，什麼叫好也跟着變。這就是這本書最鋒利的一刀。傳統的眼光喜歡把人固定下來，這是年輕顧客，那是高收入顧客，這是愛吃甜食的人，那是重視健康的人。同一個人，早上趕路時，下午陪孩子時，晚上心情低落時，會雇傭完全不同的東西。年齡沒有告訴你他此刻卡在哪裡，收入也沒有告訴你他想把生活推向哪裡。書裡還有一個住房的案例，一家沒有公開名稱的底特律地區住宅開發商面向準備縮小居住空間的人銷售公寓，也曾按照焦點小組的意見修改樣板房。來看房的人很多，真正下決心的人卻不多。表面上看，
他們是在挑一套更合適的房子。可繼續追問才發現，很多人真正跨不過去的不是房子的參數，而是搬家這件事本身。訪談中反覆出現的線索是那張舊餐桌，生日的時候一家人圍着它吹過蠟燭，過節的時候大家坐在這裡吃過團圓飯，孩子也曾趴在上面寫作業。賣掉舊屋不只是換一個地址，也像是在承認人生的一段已經結束了。新公寓再漂亮也不能替他們處理這種告別。開發商原以為自己在賣房，顧客卻需要有人幫他完成一次不那麼痛苦的人生過渡。於是真正有用的改進不只是在給房子增加一個功能，而是降低搬家的阻力，幫顧客處理舊物，安排搬運，讓那段過渡變得可以承受。顧客雇傭的不是一套鋼筋水泥，而是一種從舊生活走進新生活的辦法。講到這裡，我們把佛學的顯微鏡架上來，先說清楚，接下來的佛學解釋不是克里斯坦森在書裡寫下的結論，也不是說這套商業理論來自佛學，作者解決的是創新問題，我們只是站在他搭好的台階上，再往人的認知結構裡看一步。第一步，我們先借缘起來看處境與條件，再借唯識學的依他起來看經驗如何依因緣而現起，兩者相關，但不能直接劃等號。一件任務不是藏在顧客腦子裡的固定需求，只等着企業把它挖出來，它是在特定處境中被觸發和顯現的。早晨的時間壓力，漫長的車程，空着的肚子，再加上只能腾出一只手，這些條件聚到一起，奶昔才成了答案。條件發生變化，顧客選擇的解決方案也可能改变。唯识所說的依他起，是指經驗與認知依眾多因緣而生。這裡我們只借它提醒自己，不要脫離處境談產品價值。沒有脫離處境的好產品，就像沒有脫離土壤、陽光和季節的好種子。你把北方冬天裡最好的棉襖送到熱帶海邊，它不會因為做工精良就繼續是好東西。好壞不是焊死在物體裡的屬性，而是從關係裡生出來的結果。任務也是這樣，它不只來自一個人的慾望，還來自他所在的時間、空間、關係、記憶和壓力。顧客自己有時都說不清。你問他想要什麼，他會用已經見過的產品回答你。他說想要更便宜的房子、更香的奶昔或者更快的軟件。可這些答案常常只是表層。他真正過不去的，可能是一段無聊，可能是一場告別，也可能是一個害怕被別人看低的時刻。第二步是變即所執。我們上期講過，心很喜歡把流動的關係動成固定的東西，再把自己貼上的標籤當成真實。這在商業裡尤其常見。企業說我是做奶昔的，我的對手就是別的奶昔。我是做房子的，我的任務就是把房子蓋得更好。我是做報紙的，我的競爭對手就是另一份報紙。這些品類當然有用，沒有標籤，倉庫不知道怎麼擺貨，會計也不知道怎麼記賬。但麻煩在於，人很容易從使用標籤滑到相信標籤。標籤本來只是地圖，最後卻成了圍牆。牆裡面的人天天研究同類產品，牆外那個真正搶走顧客的舊習慣反而沒人看見。一把電鑽屬於工具，可顧客真正想要的是牆上的洞嗎？再往前問，他可能想掛一張全家福。再往前問，他可能想讓剛搬進來的房子終於有一點家的樣子。企業盯着轉數，顧客想着歸屬感，兩邊都很認真，卻根本沒有站在同一個世界裡。變即所執最隱蔽的地方，就是他會把自己的組織方式當成顧客的生活方式。公司內部按產品分部門，於是以為顧客也按產品生活。可顧客早上不會醒來想，今天我要為飲料行業貢獻一筆收入。他只會覺得我要遲到了，路上很無聊，而且10點鐘會餓。第三步是無自性與空性。無我、無自性和空性密切相關，但不能簡單當成同一個概念。很多人一聽空，就以為是在否定產品的價值。恰恰相反，空說的是一個東西沒有脫離關係，永遠不變的固定身份。正因為沒有固定身份，它才有可能在不同關係裡發揮不同作用。奶昔不是奶昔嗎？
當然是，但它不只是奶昔。對趕路的人，它是一段時間的陪伴；對孩子，它是獎勵；對家長，它是一次輕鬆表達愛意的機會。新公寓也不只是房子，它可能是輕鬆養老的開始，也可能是一場難以承受的告別。產品沒有一個躲在內部永遠成立的本質，它是誰，要看它進入了怎樣的關係。這對企業其實很不舒服，因為企業花了很多年建立身份。我是做相機的，我是做出租車的，我是做教育的。身份能帶來秩序，也會帶來盲區。一旦把我是誰抓得太緊，就很難看見顧客正在僱傭別的東西，完成原本屬於你的那份活。但這裡也要特別小心，把空性用到商業，不等於理解了緣起就一定能發財。商業成功更不能證明一個人更有智慧。市場裡還有成本、時機、資源、執行和偶然性，也有很多並不高尚卻很有效的手段。佛學不是一套銷售秘籍，銷量也不是覺悟的成績單。我們只是借這本書看見，執着固定身份會怎樣遮住真實關係。而且任務這個框架本身也不能變成新的教條。如果我們開始相信每個選擇背後都只有一項清清楚楚的任務，只要找到它就能控制顧客，那又回到了上一期那張總图紙。真實的人常常同時想要幾樣互相矛盾的東西，想省錢也想體面，想改變也怕告別，想獨立又捨不得被照顧。他今天說出口的理由未必就是全部理由。所以理解任務不是給人貼一個更高級的標籤，而是對處境保持耐心。不是宣布我已經看穿你為什麼買，而是承認我還需要看看你當時究竟遇到了什麼。這也是我覺得克里斯坦森最值得尊敬的地方。他沒有把創新講成天才靈光一現，而是讓企業放下自戀，去看顧客真實生活裡的進退兩難。產品經理最容易愛上自己的產品，創業者最容易相信顧客會因為我的技術先進、設計漂亮、理念偉大而來。可顧客沒有義務欣賞你的苦心，他只是在過自己的日子。好，現在把鏡頭轉回來，我們每個人其實也在不斷僱傭東西。你下班回家明明不餓，卻還是打開了外賣軟件。你僱傭的也許不是食物，而是一點安慰。你睡前停不下來的刷手機，僱傭的也許不是資訊，而是逃開安靜。你買了一門一直沒打開的課程，僱傭的也許不是知識，而是那種我已經開始改變了的感覺。你和人爭論到深夜，僱傭的也許不是道理，而是一次我沒有被忽視的證明。東西本身未必有錯，真正值得看的是它被我們僱來幹什麼。有些東西幹活很勤快，卻把生活推向了相反的方向。酒精被僱來消愁，第二天又帶來新的愁。憤怒被僱來保護尊嚴，最後燒掉了本來想保護的關係。拖延被僱來躲避失敗，卻讓失敗越來越近。修行有時不是立刻把這些東西辭掉，而是先看清那份聘書。下一次手又伸向手機的時候，先停一下，看看你的胸口是不是有點空，手指是不是已經習慣性的往下滑。再問自己，我現在想從哪裡走到哪裡？我是在找信息，還是不想面對心裡的空落？下一次控制孩子時，也可以看一眼，我雇傭這句責備到底是幫他成長，還是幫我暫時壓住焦慮？這個問題很輕，卻可能比自律更有力量。因為只盯着行為，你會跟自己打仗。看見行為背後的任務，你才知道那個習慣為什麼一直不肯走。它不是賴在你身上，它是在替你幹活。只是他的辦法已經過時了。於是改變也不再只是咬牙辭掉舊方案，而是找到一個更合適的方案，接住原來那份任務。你不是跟手機競爭，你是在跟逃避安靜的舊辦法競爭。你不是跟壞脾氣競爭，你是在跟保護自己的舊辦法競爭。你甚至不是跟懶惰競爭，你是在跟那個害怕努力以後仍然失敗的自己相處。與運氣競爭，在商業上問顧客為什麼僱傭這個產品，佛學再往裡問一步，那個急着把生活推進到某處的我，
又是怎樣在條件中升起來的？如果連這個我也不是固定的，那麼所謂進步會不會有時只是從一個標籤趕往另一個標籤，從不夠成功趕往成功，從不夠優秀趕往優秀，從別人看不起我趕往別人終於承認我？我們雇傭了那麼多東西，以為他們在幫我們抵達終點，可有些終點本身就是心臨時畫出來的。產品沒有固定身份，顧客也沒有，處境在變，關係在變，那個覺得自己缺了什麼的我也在變。看見這一層，不是從此什麼都不買，什麼都不做，而是少一點自動，多個剎那的清醒。克里斯坦森希望企業回到顧客的具體處境，讓創新少一些猜測，多一些可預測的依據。佛學幫我們擺脫盲目追逐的方法，也是回到當下的處境，先不急着給自己下定義，也不急着顧來下一個答案，看看此刻究竟缺什麼，那個缺又是怎麼升起來的。我也想把問題留給你，你最近反復購買，反復打開，或者怎麼也放不下的一樣東西，究竟被你雇來完成什麼任務？它真的把生活往前推了，還是只讓你暫時不用面對原地的自己？也歡迎你說說，除了同類產品，你見過最意外的競爭對手是什麼？我是王立杰，我們下期見。